先说王家卫，他和晴雯背后区区明星的录音被爆出来，占据一大片热搜。王家卫、晴雯录音受害者名单有游本昌、陈道明、唐嫣、刘诗诗、倪妮、金靖、靳东。爆料者古二自称是《繁花》的核心编剧，为阿宝、李李等主要人物及股市商战、外贸创业等主线情节提供了原始框架。他对剧中炒股等关键情节细节了如指掌，而能署名主编剧的秦岚对此一问三不知。古二仅获得前期责任编辑署名，未获得稿酬，月薪仅数千元，同时还要兼任王家卫生活助理、做饭、挡酒等。后来因患有渐冻症，健康恶化后遭剧组抛弃。古二认为，王家卫团队将其2年的剧本成果交由晴雯改名字加段落后，由晴雯独占编剧署名，属于窃取劳动成果。他维权3年无果后，选择曝光工作会议的录音。第一次曝光录音，繁花剧组这边否认古二的核心编剧身份，说他2020年擅自离组并带走资料，还指控古二偷录加工私人对话。到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声量不大。第二次古二学聪明了，知道把其他明星拖进来，只有粉丝进场这件事才会以光速传播。看看这个热搜，全民吃瓜了。王家卫可以说是艺术大师，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泄、花样年华、一代宗师我都很喜欢，甚至反复观看。67岁的他一直被大家当作高深莫测的大师，结果是八卦、碎嘴子、背后区人、开黄腔的人。而秦岚作为我的前半生、流金岁月、赘婿的编剧，还拿了白玉兰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编剧奖。结果流金岁月剧本是枪手写的，还因袭警被抓。那王家卫和晴雯这样的2个人凑在一起爱聊什么呢？一聊唐嫣。明天有跟猫小姐沟通吗？给她个 surprise。告诉你，唐嫣呢，是一个很装的。所以呢，第一，你先不要让她先到，不要老师先到，你先暖了场。真的假的？唐嫣很装吗？再装也装不过一个室内戴墨镜的人。王家卫嘴巴这么碎，以后还咋装啊？二聊陈道明。秦岚说陈道明是他的好朋友，王家卫向秦岚暗示，如果这个角色陈道明来演就好了。但秦岚拒绝了，说陈道明后面和靳东有个戏没档期，还说陈道明是努力把自己要得很洋气的一个人，嘲讽陈道明实际很土气，暗示陈道明耍大牌，说他喜欢被动，喜欢别人追着他。后续王家卫问陈道明是不是和靳东有点像，秦雯说其实有点像，又说比靳东好点，但其实差不多。提到靳东诺贝尔数学奖的梗，秦雯立马接上，说陈道明让他看书，他买下来看了半天，才发现陈道明自己根本没看过，只是为了显得有文化，内涵陈道明故作高深，不懂装懂。说陈道明很难接受新事物，习惯被别人吹捧赞扬，甚至说陈道明觉得演王家卫的戏太危险了，还说陈道明看不上流金岁月的台词，一定要自己改，结果还背不下来长台词。王家卫觉得陈道明是极品，阴阳同体。王家卫还八卦陈道明和左小青的瓜呢，那古早八卦了。之前有狗仔拍到陈道明去左小青家过夜，那时男方有家庭，女方未婚，王家卫堪比村口大爷啊，这个瓜我都不知道。一个对他特别主义特别好，他就会认定就说这先生。所以我的票是跟你的啊？我已经不知道。你是吗？也不是。我自动不进了，我也得知道是很主动的。这个还像吗？看起来还是比较近的。三聊刘诗诗和倪妮。秦岚的枪手把《流金岁月》原著刘诗诗的名台词给了倪妮，然后还因为服装路透差别，刘诗诗粉丝大闹工作室，刘诗诗找了秦岚，但是被怼回去了，就连经纪人去找导演争取都被拉黑了。然后王家卫说倪妮小姐不需要找，语气暗示她有后台，倪妮的经纪人是一个导演的老婆。四聊游本昌。本昌很微信的，他是一个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的人，导演看人还是看经营的，挺经营的其实。F1不了聊你 C 掉，哎，真的，我跟你讲，刚才看的那个刘老师的朋友圈，刘老师还是
没有那么简单啊。也不是，就是其实就那么简单。不是省油的灯啊。这个。说演文昌用性活来立人设，王家卫觉得要文昌没那么简单。杨金靖。我啥不啥去？要啥好装啊，真是。他没。就是讲呀，随便来。金靖啊，对的。没得去金靖。你每天要搞金靖。什么？没有不行，没有那个胸啊。脏了呀！脏了呀！可以。装两个胸有什么难的？可以。来点。请问，要是你有那么大的胸，你的人设会改变吗？好开心啊，肯定。但你会改变的。然后呢？对啊。这还当什么编剧啊？我认为你的头2-3年的编剧的生涯已经撑不住了。肯定是啊。我一定受你。当什么编剧啊？真是。我猜这样金靖这样三花了，牺牲前浪被前亮了呀。王家卫的菜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前两这个菜场西施的调色让秦岚来演，她有那么大胸，不过秦岚年编剧生涯，王家卫就会搞她了，就是王家卫和秦岚大调胸，所以就有了后续秦岚说不行的了，没有那么大胸，可以装2个，也就是做整形，隆胸，恶不恶心啊？2个已婚人士。6聊晴雯和徐女士被抓。我以前还跟陌生人会有时候发脾气。但你怎么跟这个警察去吵架？那次呢，我跟你说，如果他不在，我肯定不会跟警察吵架的。就是我头一回看到他蹲在地上，我以为警察揍了他，你知道吧？那我一下就光火了，我说这怎么行？我其实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你其实要是在一个 lesbian 的圈里面，你是挺受欢迎。那倒是 ，to be honest。好 man 哦！哎，我这怎么回事情真的？哎，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号码。那是我会的呀。那你说这种我们都会的嘛？你就充满就不管了。你就嘴巴骂。我打击他是我好啊。对。因为你是名职嘛，你那没事的嘛。去年呢？而且我跟你讲，那天我碰到2个变态警察，抓我的那个警察是变态，然后派出所里面的警察也变态。我在被抓进去的那一刻，觉得这件事情分分钟搞定。你可以搞定了。后来搞定了。当然，这个事主要是王光丽找了我的朋友。王光丽很特别，他只认识我这一个朋友，而且王光丽当时特别淡定啊，他手机没电了，他还去他车上充了一款电，再去给我的朋友打个电话。王光丽遇到这个其实就更多了。我其实还好，没有，但是2个是他，那警察队还在看的就是他，我气死了。因为我确实是你们知道，王光丽认识一个特别高级的一个反黑的警察，所以他就全程就特别淡定。完全不怕顶，但是我的名字是不是？你有背景是不是？对，他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说，因为他觉得正常电脑肯定会很紧张，然后他看我们特别淡定，然后我就觉得他就真的没有背景，他就会觉得真的没有背景，有背景。你爸是李刚，李刚成高我高我都怕，谁跟反正警察真的是，你们真的傻逼。我就觉得他特别傻，然后我就一直在里面带微笑，然后他就一直不停的我你上吧。你还面带微笑，你很不屑的那种。那倒没有，不过其实我心里面受鄙视了，我就觉得这神经病真的。那主要是喷那个辣椒水真的是，真的喝不起了呀，所以他蹲到地上去了。你看经理有啊？你看他现在写那种派出所的记写多好。他视频我都还在手机里。这也是喷我辣椒水的。对呀，可以拍视频。其实就是这个事情惹毛了他。对的。他自己叫我拍的呀。他说。他给我是拍下我就拍了。然后他就抢他手机，然后抢他手机呢，他就以为他在揍我。我就怎么会打一个小姑娘？因为他马上要打的，我就冲过去，这就是误会，就揍他了嘛。我就说你这怎么可以打女人呢？然后他就开始喷辣椒水，然后他就蹲到地上，我头一回看他蹲在脚，我以为他揍了他，然后我就去揍他，我就。那你喷了吗？啊，喝了呀。你喷了之后怎么样？就蹲到地上去呀，冲过去，这个你能呼吸的，我是不知道他有喷我辣椒水，完全没想到有这个东西嘛。对，我也是。今天晚上他转过来之后，他拿出黑不拉几，说人家还拍照呢。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他一喷我啊，还叫了一声，我叫了一声手就把那个辣椒水给吸进去了，然后我就没法呼吸了。这个也挺好笑，因为拍照。他拿个黑的东西出来，他对着我，我俩还要拍照，打警察还要拍照，然后我一拳上去捶他的背，然后我就一堆腿边说为什么打女人啊？然后转过来就喷了我一下，我说我傻掉了。我觉得我还太难应了，就觉得还可以讲道理，其实2个都可以讲道理。在那个时候，所以2个倒下之后就是给他扣下来。啊，就像警车带走了呀。他被喷的时候呢，我已经回过神来了，我就跟王辉打电话，我说你赶紧找个人，我说我们现在呢要被警察带去叫岳江路派出所，你听清楚是岳江路派出所。
多想。进贤路，幸好那个 offer 呀。进贤路，其实我还要搞出来，我不是认识很多警察嘛，我就把你拿这个当礼物，打我电话。我突然之间想起来，我回头问一下，我说，你们是交警还是民警？那人说他们是民警，我搞到了，因为我联系的都是交警，因为我想查自习生的嘛，肯定是交警啊。是民警上来的，然后我们前面的韩国人先被扣了。所以你那么张扬，还要打电话给所有的警察朋友？我打了一个，因为把我们捞出来的人，我也要考虑人家的对吧？人家以后不能做人了。捞出来给钱了吧？不知道。他是那种叫 government relationship，他专门去搞这些。这个人不要来，他有套路。对的，他2句话就把我们2个人捞出去了。你在家里帮忙收拾张大屁股。要是我给飞进去，我能找谁？找我呀。小米啊。现在弟弟出门就直接找我们那个长大去了。对，你找我呀。就那个英国就可以了。那他小弟就是那个把我们捞出来的是我们的朋友的小弟，就相当于被全部在后面。我跟你说啊，他们那个派出所真的神经病，一般集合了一帮子神经病。说什么？我们一进去就我们这里是网红派出所。你看电视里面是放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抓明星，对吧？他们有毛病的。他知道你是编剧的。哦，对，还有就还有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说我们没有单位，说不可能的。我们2个人。对，他说我跑，然后人家说不可能，你们2个不要胡扯。那我们现在去查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告诉你们领导。查半天查不出来，我2个是哪个？我没跟你们说。我们法这天有新聊张一白，王家卫吐槽张一白风选少年的天空没人看，是自娱自乐，点击量过亿还要出来宣发，那种很 low 的网络大电影，蛇王都点赞8.8亿，张一白不知道在高兴什么。最后呢，有人认为王家卫和秦岚背后区人很正常，谁不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呢？重点是有没有剥夺别人的劳动成果，有没有无视法律、滥用关系。也有人认为王家卫和秦岚完蛋了，以后没有演员和他们合作了，但我觉得秦岚可能会完蛋，王家卫不会。娱乐圈都是围着利益2字，想跟王家卫合作的演员还是排着队呢，毕竟那些港圈大牌演员都得忍他。但是吧，王家卫跟被他区过的人见面时，双方都会尴尬。都说京哥这个说话直啊，我现在做一个测试啊，京哥我问的问题可以答可以不答啊，行，我看看他开机了还是像不像那么说。王家卫好还是贾樟柯好？王家卫好。那贾樟柯不好吗？在我的标准一般。不好在哪儿？我觉得技法不行。金哥，哎呦，真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哎，但是文道好像肯定就不同意了。对，我还蛮喜欢贾樟柯的。对，哎，这怎么说？你看你们俩之间就分出来，我就觉得呢，这个金哥是香港电影老行尊了，但是伴随着他的评价是吧？咱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啊。但是刚才咱们聊，他至少解答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发现他实际想任何事情啊，脑子里有专业2个字。哎，你比如说他看什么？他看权力游戏。哎，京哥，你倒是真是帮我解答解答。好多人都问《权力游戏》第3集为什么黑的都看我都看不清呢？那个根本就是他们的一个打灯光的原则。他们是拍一个中世纪，虽然是虚构的，还是以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个剧。那种城堡哪有光源呢？晚上除了火把之外，所以如果你不拿火把，根本不应该有光源。可是星巴克还是穿越上去了。但是你说，你看他实际上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出这金哥他对这个专业啊看得极其重。他脑子里有金线，对，但是行不行？那又怎么解释过去很多年人家说的你拍了一些低预算的片子，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基本上当时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告诉大家是台湾呢，当时是用一种就是保护主义的方法去，连美国片都只能够进去8个拷贝，只能放200个拷贝的只有台湾片跟香港片。香港呢，他就设了一个机构叫自由总会，所有香港电影人都要入会，好像1年给2块钱啊。实在是个特务机关，他就拿了你所有的资料了。然后呢，所以就只有这2个地方。然后台湾片它被黑社会基本上盘踞，所以港片比它优秀太多，所以基本上所有人都看港片。
好，然后呢，台湾人就越给越多钱，然后呢，不管你，我收到最离谱的一个就是 order， 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的老板，我刚拍完一部戏，圣诞节档，好了，我可以去放假了，我想啊，然后老板打电话，哎，下星期就开一部过年档的。神经病！12月有什么？哎，你不是说过有一部叫《整蛊专家》吗？我说是啊，谁演啊？他说我已经跟周星驰、刘德华谈好了。然后我说那我手上有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刘德华，什么都没有。你要我下星期开机，我不管，我都卖掉了。哇！当时就是这样。好像说您拍的最快的一部是3个月从拍摄到后期是吗？不是，特别快。不是，是5个星期。哦，从剧本没有剧本，每天写。飞机仔啊，哎，那我问问你啊，这个有还是我自己写，有点装什么这个话题哈。你认为你怎么看所谓艺术家的良心啊，艺术家的气节呀？哎，真的，你像我内地有的导演朋友，要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我不拍了。不是，问题是我当时拍的不是艺术片嘛，是纯娱乐片嘛。如果我拍的是艺术片，我肯定不拍。纯娱乐片无所谓，你敢我来拍，你给钱我就收了，过一个肥年干嘛不拍呢？然后我不拍，我惹麻烦。所以你看啊，这个我当年到香港啊，我学了广东话一个词啊，叫叻仔啊，叻仔。这个叻仔呢，就好像一般就是说很厉害啊。其实，在我理解啊，有一种很精明的含义在里头。那个时候，我这个叻仔的画像就是金哥。哦，实在香港很多这种超大家觉得是经典的戏。实际上都是大家在没有时间里面挤出来的。周润发演那个《英雄本色》，他同时在拍4部戏，然后他客串的，那马哥是客串的，小马哥是客串的啊，真的，越拍越多而已啊，真的是最初就来，本来是剧本不是这样子的，原来不是，本来是郑浩南演的，所以叫 Mark， 就用了郑浩南的用啊，对。然后呢，他就来拍了2场之后，2、3场之后，吴宇森说：“哎，这个角色比其他角色都要好，要加戏，一直加。”就剧本是后来一边拍一边加。然后呢，周润发有一天在飞鹅山跟狄龙有一场戏嘛，对，他迟到了，这狄龙就说：“哎呀，发仔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这样就是戏拍不好。”龙哥，我们捞嘛，捞算了吧，捞的那个赢了个专心的那个奖金像奖。哎，文道，你说这个捞啊，这个像他说的这么样的拍戏，也能出好片，这怎么理解？这个是很奇怪，是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学者已经去世了 ，David Bordwell，大卫·伯德维尔。他讲他很喜欢香港电影，他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香港电影。他在美国教书。一定要教香港电影，就因为他觉得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做到了一个世界上别的地方没做到的东西，就是他说香港电影的美学是怎么样，所有东西都要推到极端，都要过分，然后都要给你最马上快速的感官刺激，你不要去跟他讲什么剧情逻辑什么，但你根本看的时候你会忘记那些事情。比如说你看，就算看《权力游戏》，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剧情不合理。但香港电影在黄金年代的那些好作品是让你忘记它的不合理。然后他说这是怎么做到呢？他就分析香港电影的工业，他所有东西很赶很快，包括他特别介绍那个现象，让美国人很吃惊的，让他那些学生就是我刚才讲那个飞机仔呀、飞纸仔，就香港电影几10年这么干了，就现场这边导演在拍，下面那个台词还不知道讲什么，后面再赶快写到地上去，等一下你来这一句，听上去跟姜文似的。姜文也这样吗？不是，但是姜文的飞纸仔跟这个正好相反啊。姜文是事先恨不能组织10个编剧写10个本子出来，然后真到在拍的时候，有可能全部都否掉。前一天晚上写一张纸给演员，
但是这种非但完全不一样。你说这种现场发挥的导演很多嘛，那侯孝贤也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香港那个是在那种密集的工业状况，就像金哥刚刚讲，一天接几组戏，那种情况下去砰砰砰砰砰那么做出来。我试过一天2组2部戏，然后我还在晚上，他们看到我在写剧本，在现场打灯写个剧本。他们是不是明天我们早上？不是，是另外朱延平那组的，我帮他写。你随手而做，随意而做，反而是为什么呢？你打破了很多规矩，是那种有一种轻松在里面。而且我想强调，这真的是香港特色。这香港人对，我要请你解释一个香港的另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什么？扎拉是破产是吗？扎桑，哎，这个香港这个扎桑不是你给解释解释？意思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是没办法完全预计的，你要随机应变，都是生动的。听着像印度人的思维，对，很像。你必须生动，去都是流动的什么事情。你在现场就看怎么办，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叫执上。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甚至跟这个东西方文化呀有一定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一讲美国好莱坞，咱们只有佩服哈，大工业、大专业。可是呢，以我所见呢，就是咱们这几十年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哎，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这个形式，我仔细想想，都是当年你看最早到了香港，香港是什么？就没有条件，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比如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啊，说你不能天天请嘉宾，我们没有这个人力天天请嘉宾，你必须固定的3个人，你不固定3个人，天天聊新闻。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这不符合，这怎么做啊？谁是什么问题他都是专家呢？但是唯其如此啊，你最后逼到头大呀，你突然有一个顿悟，你觉得哎，那生活里3个老友天天吃饭聊天，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哎，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对吧？哎，没有条件，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是逼出来的。可是真的就是这样。我再举个例子啊，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包括台湾部分行业，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很有名倪匡，写科幻小说一天是能写10万字的。然后你比如说古龙。对，还有他经常是他那个收了钱还没写完呢，对，10万字不可能。他自己说吧，然后那个像古龙喝的那样子，然后还在写。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阳，这是我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高阳是怎么样？高阳爱打麻将，然后爱喝酒，然后编辑那时候没有传真没有电邮嘛，70年代是到他家催他稿，然后他在打牌。然后打牌还轮不到他在看人家在享受，他就写，然后他碰一个出去，然后跟着再写，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那你想看的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在写东西那么多年，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你灵感怎么办？说这个我们写作怎么讲灵感？我就跟他讲说，你如果是职业的，你还讲灵感就完蛋了，就你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那个有一个刚刚在香港去世的那个就是那个德国摄影师嘛，那个 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就是那个香港系列，叫做 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看到，就是香港人有个特点，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他就拍到很多，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不是整个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任何这个方式。嘿，他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也是这样，他们叫那个 Jugaa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没关系，每个人看到问题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结果你觉得他没有，就好像他很不系统啊。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那么多跨国企业的 CEO 是印度人？他说有一个最重要，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出了什么问题临时扎桑，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啊。我其实有个困惑，比如说啊，我有一个偏见，但是我的一个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你们可以批评啊。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没钱的时候，我做的一些事儿啊还挺棒的，发挥也好。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美国兵的装备，包括有些演员、有些导演，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但是你就不行。
可是呢，就是你那就不对了，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但是呢，作为一种产业来说，你说西方的这种专业化呀，这种好像它能够很稳定的保持一个厉害。我们的这种呢，经常有传奇，就比如说什么《大话西游》啊什么，它变成传奇，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啊，这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你看这个里面也是，就是说我不否认呐，传统武术啊，这个灵感一开啊，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是吧，可能戳你眼睛踢你裆就把你给放倒了，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绝对的重量，绝对的力量。你不够他打，你说这是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我明白，我早就明白了。这为什么呢？状态。什么意思？当年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你有状态，2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你是最佳状态嘛？就是一个运动员。你是 top form， 你就回去睡张单人床，吃块面包就回来了。一天睡3个小时，一样能做到很好的东西。那现在到后来你很多钱，你住大别墅了，坐奔驰了，然后你费用也很高了，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你状态下去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没有状态了。状态会有，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一个低潮状态的，导演也一样。那好莱坞的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像美剧是每一集不同导演。那伊斯特伍德人家90了吧？快。谁？伊斯特伍德不是刚拍了一个片，他自己又演又导。对啊。对啊。你觉得好吗？他有状态啊。你觉得好吗？最近那部我觉得真不好。我觉得挺好。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除了那个Billion Dollar Baby 之外，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哪儿不好？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整个节奏都不对。你作为商业片，你整个节奏都不对，它又不是艺术片，好奇怪。就是尊重他那么老才拍，只能够这样说。我真看不下去。我想问，我想接着问啊。那假如你是一个导演，也会有这种状态的好跟不好有这种起伏。那如果一个导演不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比如说他可能很久的，对不对？他怎么样？可能3到5年的。那一个人怎么样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有方法吗？这个事情要有，足够的休息。我觉得第一是足够的休息。比方说我以前我可以1年拍7部戏，到追龙，我追龙就拍了2年，用时间来疗伤。就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拍的那种状态太难。我试过，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一开机旁边就会有一点这种声音，不收音嘛。我试过，感觉到天天拍，日拍夜拍。有一次我突然开机，我想吐啊，真的想吐。拍吐了，真是拍吐了。那年我导演了7部，监制了3部，日夜都是大片啊。可能一部一天分3组的，我3组就去看一看，就让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你这样做，就这样。我一个夜班，6点到12点在邵氏拍周星驰，然后12点我就开车去嘉禾拍成龙，拍到天亮。我天哪，那你是为了什么呢？没办法，2部都赶得上。是为了挣钱？不是，你接了2部都，然后他的档期互相改变了，就变成有碰撞了，你只好拍啊。你看这个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真是很不一样。你看我特别理解，我老是印象特深刻。我有一次看张艺谋的一个采访，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那种感受，就是你一个文人写文章写不好了就重写了，对吧？他说其实很多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完蛋了，这个电影必败无疑。他说但是你知道吗？你是灵魂呐，你必须撑着
给大家信心，人在那，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给他干完。哎呦，我觉得这导演这个是会有这种的。长城我看他拍了1/3就知道死定了，是吗？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你这个内行怎么就能看1/3？因为我看戏看到1/3，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哈？肯定知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比起来写东西容易太多了。你想想看，像最近《权力的游戏》，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嘛，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吗？Petition.org已经有超过，那是当时有超过130万人在全球联署，说要求 HBO 重拍这一季。那么，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写到后来他本来不想再写了，写吐了，他也是，然后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然后说不行，福尔摩斯怎么能死？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他又活过来了。但现在写书多容易，写书你觉得这个角色写死了，好，那我下一本赶快把他又写活了。金庸也试过2次啊。是吗？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侣》，小龙女16年后再次重会，她就是骗杨过的，她跳下去就死了，所有人都说不行，然后他实在说不通的，他把他说到这个毒子中到没法子了，后来他就是蒙混过关，根本就让小龙女又活了过来。另外一次就是《天龙八部》，乔峰打死阿朱，又全世界反对，可是他这一次他再不肯了，他就继续写下去，就是这样。所以但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你怎么可能？这是一个多么耗资巨大的东西，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力气大是不是越厉害？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就香港电影，我们或许过去这种执商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走到了一个极限了，根本不可能再持续。是持续不下去的。是，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看美国这几年好莱坞他们拍电视拍电影那么强大，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非常专业。他所有，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就比如说，实在也不是，你说他专业，实在要不专业也非常不专业。实在李连杰告诉我，他去拍那个《轰天炮》第4集，他的第一部戏片，根本也一样，天天飞子，天天飞子也这样子吗 ？Mel Gibson 说了算。大腕儿说了算，因为钱是 Mel Gibson 找回来的。他是老板，那就不一样了。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弥漫世界。但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有分别啊。就我看到内地电影也好，或者香港电影也好，比如说你有可能说我拍部戏，我去融资吗？去找银行贷款吗？很难。但是在美国他们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的理由是因为你要贷款，你要有标准。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最后票房是多少，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不是他有个 bond， 他每一部戏都有个 bond， 得对啊，有债券啊，不是那个 bond 就是等于一个保险公司，对啊，你要给他费用，他去保证你能拍完。哎，你说这个，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啊，我发现真有神的。我估计金哥是不是你也有这个本事？就一部电影上映啊，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说这个8亿，最后可能就是7亿多或者8亿多，就能说的特别准。他没有什么大数据啊，他就是这个一种直觉、经验。第一，他看过那个戏；第二，看对手。你现在看一部片子，你能算？我以前在香港基本上不会距离超过15%。现在不敢说那么准，因为。票房背后很多东西，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什么活动？各种活动，刷票房啊什么的各种活动了哈。哎，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这个什么烂尾啊什么的，我又有一个偏见啊，就是我看有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你说它好，说它坏没有用。你知道，就有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你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儿，我们知道，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儿啊，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完全不一样。对，
北宋的画叫什么呢？巨细无遗。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它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是好的，是牛的，但是最小的，据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两个人划拳，对，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这就是说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卯，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说实在的，有些时候情节我都不求甚解，你知道吗？就是看着这些，哎呀，这么好的盔甲，这样好的演员，这样好的这个镜头的剪辑，一切的这种，你就愿意看。他多演半小时，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所以我就说，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当年的很多这个杂拉老杂三嘛，可能就会杂拉不啦。对，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了，对吧？有没有这个道理啊？就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当年那么拍下来，靠着这个灵感，靠着状态，香港电影的崩溃根本不是因为素质，是因为台湾崩溃，那最大的买家崩溃。哦，他一直就这么认为，是个市场的问题。市场问题。那您刚才说了，不然香港电影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我们这一辈香港最强的导演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差不多。哎，重生是重生，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几十亿票房的，那种还是内地导演居多。那是一种，我觉得啊，一种情绪，也是一种情绪，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它有一种同情共感的，就是一种共振，有一种情绪共振。那你比如说刚才你讲了，说这个王家卫比贾樟柯好，那么王家卫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因为太熟，我跟他好朋友，根本是无所谓的。对，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你能接受吗？有几部我很喜欢，比如说，重庆森林啦，他第一部的旺角卡门啦，那个叫什么？那个张曼玉、梁朝伟那部。花样年华。不是啊，花样年华。花样年华的我很喜欢，一代宗师我也很喜欢，有的当然不喜欢了，有的他自己就知道了。哎，但是那个老亏钱呢。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拍不成的，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呢。那你理人家什么呢？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那是人家的选择嘛。哎，有一点呢，这个金哥这个很有意思，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哈。你比如说他自己拍电影就讲要赚钱，对吗？但是呢，他投这个许鞍华的天水围的这个先是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是吧？日与夜差不多打平。对，但是夜与雾是不是亏了？亏了。那你为什么有投资给这样的电影呢？尊重专业，我是商业片的专业，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拍到极致。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把艺术片拍到极致啊。那你就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了。是，投资人来说我并不专业。那这是有情怀。有时候有，有时候有啊。你当时是怎么想要投这种电影？没有啊，当时就是没有人投，我就来投吧。安是那么好的导演，怎么不应该没有人投啊？那我反正能投得起就投呗。而且天水围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对，而且不是很贵，太贵我就没办法了。他现在拍的戏都很贵了。对，没错。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叫做 The Way We Are， 是不是？天水围嘛，那个很香港，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香港人那种共振，马上就刚刚共振就会出现。所以我就看这个金哥他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的曾经有一位嘉宾有一次聊起你啊，就讲说都说这个王晶那个拍烂片，对吧？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香港电影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他养活了很多人，甚至他就说他如果没有所谓王晶的烂片，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说他是一个底。哎，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他说这个
电影需要有个底。